山，高山催着俯首承诺话，天再高地再大，一个女人心全装下。我若踏向火海，火海枯竭，万物又发芽，乾坤转风华，尽是女人天下。我若踏向火海，火海枯竭，万物又发芽，是女人天下。别来这套！你给我听好了，果儿是本宫的亲生女儿，我就这么一个女儿。她若是有不测，不光是你，连你的妹妹孟福都要陪着下黄泉。御医已经说了，公主如果再不进食，就来不及了。你时候不多，好好把握吧。是，娘娘。孟凡，奴婢叩见上官大人。免礼。谢大人。看你心神恍惚，所谓何事啊？你不想说就算了，我不会强人所难。啊，请大人别误会，奴婢只是怕耽误大人，让大人为小事而伤神。难得我今日清闲，你不妨直说吧。奴婢有个好朋友病重，危在旦夕，奴婢不知道如何为他解开心结。解铃还需系铃，但是纪灵人已经死了，奴婢如果道出这个事实，只怕是催魂铃而非还魂丹呢。这还不简单？大可虚言作假，欺上瞒下，这等伎俩你岂会不懂？但是这个朋友是奴婢的知心好友，如果奴婢存心隐瞒，就是于心有愧。你知道人在宫中求什么吗？来，人总有所求，有的人求金银财帛、荣华富贵，也有人求功名利禄、光宗耀祖。在深宫，更多的人是求生，但当中也有人求死。哪会有人求死呢？囚在天牢的狱犯，困在冷宫的妃嫔，叫天不应，叫地不灵，但求一死了断此生。求死还不是最可悲的，最可悲的是一无所求。一个陷于绝望的人，生无可恋，死无可求。人在世上如同行尸走肉，这比死还要悲凉。依大人之见，奴婢若要救这个朋友，就要给他希望。纵然是虚言作假，是还是谮喽。世事变幻莫测，你又怎知一个谎言，他日不会成为真话？人只有抱有希望，才有活下去的动力。是吗？你见过樊大哥？樊大哥暂且收押天牢，皇后娘娘恩准我们相见。那他现在如何？有没有受刑啊？他受了一点点伤。是果儿连累了他，
我要去见他。公主，你绝食多日，身体这么虚弱，又如何走得动呢？再加上没有皇后娘娘首肯，任何人都不能进入天牢半步。只要樊大哥没事就好了。樊大哥让奴婢传话，他让公主一定要保重身体，莫要自残伤身。他还说，留得青山在，相见总有时。小凡，我饿了，我想吃碗米粥。好啊，米粥好啊，我这就去弄，你等我啊。樊大哥。夜冷风凉，虽然你已经禁食3天，但是你的身体仍旧很虚弱。小凡，我没事，你不用替我担心。出来走一走，我现在感觉好多了。小凡，你有没有喜欢过一个人？奴婢只是小小的宫女，不能跟宫中的人有任何苟且之事。宫女淫乱宫闱，那可是罪大滔天呢。我说你没入宫之前，有没有尝试过爱一个人的滋味？奴婢最爱的就是爹娘跟我妹妹。人人都说，爱到尽头，即使海枯石烂，矢志不渝。这个不渝之所以能够到永远，那是因为他们将生命也赌上了。没了命，那份爱就不会再变。公主，这话何解啊？是谁要丢了性命啊？没有啊。我还记得小凡曾经在这里给我讲过嫦娥的故事。她偷了仙丹，所以被困在月宫中。公主记性真好。你说她每天晚上都是孤单一个人，独自望着外面的大千世界，寂寞难耐。其实我跟嫦娥挺像的，唯一不同的是，我不怕一个人，也不怕被困囚笼，更不怕夜深难耐。因为安乐投的不是仙丹，是一颗心，是范良一颗不变的心。公主，樊大哥不是叫你对我说，留得青山在，相见总有时吗？好，安乐答应你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不会再去做傻事，不会再让小凡和樊大哥替我担心。公主能够想通，奴婢就放心了。若然你再见到樊大哥，你要跟他说一声，安乐无论身在何方，心都在他那里。奴婢知道。
向母后请安。好，坐吧。谢母后。果儿啊，周公公说你要见母后，有什么事吗？女儿想与母后商量婚嫁大事。女儿决定遵循母后的意思，嫁与武重训。但唯一的条件，就是希望母后能免去樊良一死。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侍卫，你为何要替他求生？母后不必深究。总之，女儿会嫁入武家，为巩固父皇的龙座出一份力。这个结果，不是母后想要的吗？好吧，难得果儿深明事理。放心吧，母后也不会为难这个樊良的。女儿还希望母后能免去孟凡守灵之命，让他留在宫中。这个孟凡，一个小小的婢女，还真有本事。先是太上皇，然后又是你，都为他求情。母后，好，你放心吧。啊，母后姑且让她留在宫中，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婢女，我岂会容不得她呀？谢母后。启禀娘娘，孟凡带到。奴婢叩见皇后娘娘。免礼。谢娘娘。孟凡，这盒金乳酥是本宫赏你的。谢娘娘。公主经过多日调养，身体已无大碍，这都是你的功劳啊。本宫决定免除你守灵之责，让你继续留在宫中。奴婢叩谢皇后娘娘。孟凡，这段时间多亏了你在公主面前为本宫说了许多好话。可你知道哪一句说的最好吗？恕奴婢愚昧，请皇后娘娘明示。那就是樊良未死。有时候啊，一句谎话要比千句万句真话有效得多。孟凡，这可是你教会本宫的。奴婢也是逼不得已。逼不得已也好，存心所为也好，本宫没兴趣知道。本宫只想提醒你一句：要想谎话不被揭穿，只说一遍是不够的，得说2遍、3遍、4遍，甚至是1000遍，这样谎言才能变成真话。奴婢明白，奴婢一定不会让公主知晓此事。皇后娘娘的教诲，奴婢一定铭记于心。那就好。好了，回去吧，要记得吃啊啊！姐妹们，我回来了，看我带了什么好吃的给大家。这是皇后娘娘赏赐的金乳酥啊！大家快来尝尝吧，可香了。不必客气，我刚吃饱。你们这都是怎么啦？虽然小芬姐开罪了皇后娘娘，但如今娘娘已经免去她守灵啊！你们都在这怕什么呀？小鱼，算了，我吃。我终究是得罪过皇后娘娘，他们对我有所避忌，也是人之常情。你呀，就只会当老好人。孟凡，上宫大人，回来了。奴婢回来了。不要怪他们，这是在宫中生存之道。奴婢明白。
我知道你的针线活不错，不如这样吧，你先到缝纫房帮忙，替皇后娘娘缝制百鸟裙。这是娘娘要赶在公主出嫁之前送给公主的贺礼。公主要大婚？嫁给谁呀？不就是那梁王的儿子武重训将军吗？你们都先停下来吧。从今天开始，孟凡也要跟你们一起缝制百鸟裙。他的针织手艺已经有了一定的造诣，相信能帮上大家。大家都知道，这百鸟裙是皇后准备送给公主大婚的贺礼，绝对不容有失。听明白了没有？明白了。你们继续干活吧。好。孟凡，你觉得这些羽毛怎么样？奴婢觉得这个羽毛看起来色泽暗沉，不太适宜喜庆之用。我已经派人到处搜集，这个已经是从他们带回来的羽毛当中精挑细选的，算是最好的了。谢谢小凡姐，不客气。好好吃哦，这么好吃的东西他们都不吃，真是暴殄天物。小凡姐，你说皇后娘娘会不会记恨于你啊？应该不会吧？如果娘娘还记恨于心，也不会让小凡姐回来了。太好了，我又可以睡在小凡姐身边了。不行不行，你又爱吃又贪睡，还爱打呼噜，你可不能睡在小凡姐身边。现在换我了。不行。怎么不行啊？哎呀，我又不是没听过，没关系了。现在我回来了，没事了。以后呢，大家还像以前一样。姐姐，你说那百鸟裙到底什么样啊？就是将不同雀鸟的羽毛混搭着丝线还有罗捻线织成的裙子。那这样应该很花功夫吧？可是如今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知道要去哪儿找最漂亮的羽毛。小凡姐，我家乡有很多呀，有白藓、红隼，还有赤腹鹰，它们的羽毛可漂亮了。真的吗？你家乡在哪里呀？岭南呢？岭南啊，太远了。如果要去那么远，搜集那么多羽毛，花费一定不菲。为了一件衣服，似乎有点儿。姐姐，这有什么呀？重点呢，不是花费多少，关键是要把它做好，讨好我们的主子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奴婢向公主请安。不像，我怎么画都不像她，画的不像，不像。公主，我明明清楚的记得她长得是什么样子，她的眼睛是什么样，鼻子有多高，嘴唇有多厚，我都记得一清二楚。可是，我为什么就不能把它给画下来呢？公主，你先休息一会儿吧，或者奴婢去帮你请个画师回来画好吗？不要，我要亲手画。没有人会比我更清楚她长什么样子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她。人们都说，要把一个人画得栩栩如生，就要先画出这个人的内心。在这个世上，还有人比我更了解他。公主，你就快要出嫁了，
不要再这样折磨自己了，好吗？无论嫁谁也好，我心中的驸马就只有樊良一个，不会再有其他人。奴婢叩见皇后娘娘。过儿啊，听说你这几天吃的很少啊。那些奴才真多事，你可要保重身体呀。谢母后关心。过儿，母后跟你说，我已经跟你父皇都商量好了，怕你不适应在梁王府的生活，待你大婚之后啊，你还住在这凤阳阁中，啊？小凡，你今天前来所为何事？奴婢因为缝制百鸟裙的羽毛不尽人意，所以张上宫让奴婢出城离宫去选购新的羽毛。这几天，奴婢不能来探望公主你了。又是百鸟裙的事情，羽毛好不好有什么关系？我看都一样嘛。区别可大了。好的羽毛呢，这里很少，所以这次可能又要白跑一趟。那怎么不早禀告本宫呢？啊，没有好的羽毛，怎么能给公主做百鸟裙呢？回皇后娘娘，奴婢听同伴们说，最好的羽毛在岭南，那里有很多的雀鸟，色彩斑斓。好，本宫马上派人到岭南去收购百鸟羽毛，给公主做百鸟裙。可是奴婢觉得不妥。怎么不妥呀？啊？百鸟裙，那岂不是要100只鸟的羽毛？那就要杀100只，那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要知道，我只有这么一个女儿，我女儿大婚，当然要用全天下最美丽的东西。果儿啊，启奏皇上，南雄、曲江、始兴、乐昌、翁源、仁化、佛冈等县鼠害泛滥，千万成群。佛冈县是岁大饥，民众以采竹为食，急需朝廷发放灾银，以解百姓燃眉之急呀。启奏皇上，关于吐蕃滋扰边疆一事，儿臣已经想到了应对的策略。此事容后再议吧。啊，今日我和皇上有一件重要的事情，要跟众大臣商量。我和皇上准备派人到岭南去采集百鸟羽毛，给公主制作百鸟裙。你们哪位大臣愿意负责呀？怎么，竟然没有人愿意负责吗？回皇上，微臣认为应该在京都附近采集，何须南下千里呀？要能如此，皇上怎么可能舍近求远呢？刚才凤阁侍郎张大人已经提到了，广东一带鼠患为害，佛冈大饥，朝廷未能赈灾，反而劳师动众，大费周章，只为了一件百鸟裙。此举会令天下百姓甚为伤心。伤心？那你以为使安乐公主、使本宫、使皇上伤心的是什么？你以为公主出阁只是小事一桩，可我们做父母的不是这样想。我们是她的亲生父母，
这件百鸟裙是我和皇上送给公主的大婚贺礼，它寓意着百鸟朝凤，希望安乐公主吉祥幸福。儿臣认为，势不可轻。历朝以来，事无大小，凡是朝廷大兴土木，又或者到民间收购物品之事，必定是朝中各级贪官污吏搜刮钱财的良机。本来只值1文钱的东西，到了最后，朝廷便得付出1贯钱。那是因为各级官员监察不力。你作为一个太子，分析事情得学会追本溯源。老臣托皇上洪福，家有子嗣，当中已有成家立业的。可是老臣并不觉得如此挥霍，子女就会吉祥幸福。桓大人，我倒要问问你，你是不通人情呢，还是不食人间烟火呀？如果你还记得我家安乐从小是在什么样的恶劣环境下成长的话，那你就不会拿你的女儿和我的女儿相比较了。你今天就不会在这儿指责本宫挥霍了。皇上，臣以为宫廷此举势必会引起大肆捕杀雀鸟之风，实不可为也。此言有理。既然5位大人始终反对，朕也觉得此事太过劳民伤财，我看就不要去做了。不行，我答应女儿的事情，本宫绝不会放弃。奴婢叩见皇后娘娘。免礼。谢娘娘。孟凡啊，你给本宫出出主意。本宫要在公主出嫁的时候，用最好的羽毛为她做嫁衣。可是我这想法被皇上他们给否掉了。你有什么好主意，可以让本宫将此事继续下去啊？回娘娘，奴婢觉得，其实公主并不在意那百鸟裙。娘娘真要如此大费周折吗？这我当然知道。哎呀，可身为人母，谁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出嫁的时候能嫁得风风光光、体体面面的呀？再说，我已经答应她了。娘娘果真用心良苦。为了樊良，果儿茶不思饭不想，终日愁眉不展。我这为娘的看了心疼啊。娘娘这番苦心，公主会理解的。孟凡啊，你有什么主意呀？让本宫能够达成这个愿望。娘娘放心，待奴婢好好想想，一定让娘娘如愿以偿。孟凡，上宫大人，这么晚了不休息，在想什么呢？我总觉得我亏欠了公主。你是在担心百鸟裙的事吗？不是。上宫大人，你有没有做过让自己内疚的事啊？记得我娘亲将近大去的时候，突然很想吃梨，但当时她已病入膏肓，怎么可能有力气吃呢？但我很想完成娘亲最后的心愿。可当时我只知道拿着梨如石像般呆站着，最后娘亲眼巴巴看着我手中的梨而离世，最终没有尝到半点梨的滋味。其实当时我只要静下来，就可以想到把梨榨成汁，就可以让娘亲喝下去。当时我真笨。
现在想起来，就挖心的痛。一个女儿尚且如此对母亲，那母亲对女儿更是如此。孟凡，想要做什么就去做吧，别到时候后悔啊！好了，你赶快休息吧。看来，只有他才能游说皇上收回成命。皇上，婉儿知道皇上为了公主的百鸟群一事而心烦。此事众大臣均反对，现如今就连临淄王隆基也站在他们那边，让朕着实为难。皇上，你是否记得当年你们一家人被幽禁在黑布包围的庭院中？安乐公主就是自幼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中成长的。皇上，皇后娘娘她是心疼女儿，想要为女儿做一些补偿，才会执意要为安乐公主做一件百鸟裙作为嫁衣。难道皇上就不能够理解吗？婉儿，朕并非不能理解皇后娘娘爱你之心，但是你也要知道，群臣的反对不无道理，朕岂能够一意孤行？婉儿之所以贸然的旧事重提，那是因为想要提醒皇上不要忘记当年你对皇后娘娘的承诺。丽仙，不管是为了我，还是为了你自己，你一定要拼全力争取下去。你可不能忘了当年对我许下的誓言。试问我又怎么会忘记？我曾经说过，倘若有幸能够重见天日，登上大王，当为你所欲，叫你呼风得风，唤雨得雨，永远不想禁止。你记得就好。当年朕自是无能，但是现如今，朕已重登大位，又岂能不权衡利弊，以国家为重？皇上一言九鼎，国事可议，家事难道也要被朝廷大臣议论表决吗？大不了可以不要朝廷的人去采集，民间征调又碍何人之事呢？这次张柬之他们再也不能阻挠本宫做百鸟裙了。婉儿啊，你功不可没呀。婉儿只不过是做分内之事罢了。来，趁热吃。这个呀是驼蹄羹，多吃一点，美容养颜的。谢谢娘娘。其实这次婉儿真不应该出面，只不过想到安乐公主自小受的委屈，便能理解娘娘对女儿的一片用心。如果婉儿有做出未顾及身份和后果的事，还望皇后娘娘恕罪。哎呀，谁对本宫好，谁不把本宫放在眼里，本宫一清二楚。婉儿啊，只要你今后对皇上和本宫忠心不二，本宫绝不会亏待你。谁要是处处针对本宫，本宫也不会让他好过。这次孟凡也为娘娘的事出力不少。对，这孟凡确实出了不少力，可这孟福就不一样了。
不知道这个孟府干了什么，让娘娘有此想法的。他讨好太子，不就是想跟本宫作对吗？可是孟府只不过是一个入世未深的女子，怎么会跟太子牵扯在一起呢？我想是皇后娘娘多虑了，不必介意就是了。好吧，那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反正身边留着一条没用的狗，既然它不长眼，那我就把它送给太子好了。很鲜呐。这个真好吃。小凡姐，下次要多带一些给我们啊。姑娘们，这个好吃。有什么好吃的？啊？罗公公，公公，今天怎么这么巧啊？我们这边有很多好吃的，要不就一起吃吧。谢谢了，孟福，我正是来找你的。公公找我有什么事啊？是这样的，从明天起你就不用伺候皇后娘娘了。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这是皇后娘娘的懿旨。从明天起，你到东宫伺候太子殿下，你就先准备一下吧。我先走了，啊。罗公公慢走，慢走，公公慢走。小福姐，你干嘛这么忧愁啊？伺候谁不都是一样的吗？就是。小福，你很讨厌服侍太子吗？我只想服侍皇后娘娘。娘娘待你很好吗？就算是这样，也许太子会对你更好呢。你不要再杞人忧天了，好不好？姐姐，我看的是将来，不是现在的好与坏。你说，太子有可能登基吗？小福，你在说什么呀？这可是死罪呀！良禽择木而栖，谁都知道，太子不为娘娘所爱，而皇上又如此的宠爱娘娘。试问，娘娘怎么会选一个她不喜欢的人继位呢？如果要我跟着一个没有前程的太子，干脆让我早死投胎算了。小福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？不要乱说。那，就算你一直服侍皇后娘娘，也未必是好事啊。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
件千针万线、百鸟汇集的群山，能排解萦绕你心头的雾障。当你有一天知道真相的时候，能够谅解奴婢的良苦用心。公主喜欢吗？喜欢，非常喜欢。你一定花了不少心血，谢谢你。其实公主应该感谢的是皇后娘娘。本来皇后娘娘是要亲自把百鸟群送来给公主的，但是她怕公主不高兴，所以让奴婢送过来给公主。你代我答谢她吧。奴婢斗胆，公主殿下能否亲自答谢皇后娘娘？小凡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但是你知不知道我在想什么？